大家好，我是 GC， 我是谁不重要。上个月呢，就是 Yodobashi 公布了随身机的销售排行榜，第一名是 Lumix 推出的 TZ300， 5月推出呢，销量就直接超过了 GR 富士 Canon APS-C 的随身机，大家都说底大一级就压死人嘛。那这台1英寸的相机又重返了大家的视野。虽然说我手上没有 TZ300， 但是这件事情又让我想到了一台相机。同样也是1英寸，同样也有一个长焦镜头。今天要来介绍的相机就是这台 Nikon One 的 J1。Nikon One 这台相机呢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系列。就当初我接过2台，那第一台还回去之后，就一直对它念念不忘。我后来得知，就是我大嫂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。我就一直催他，就是赶快的拿给我。就是没玩过的人不了解，用过的人就会觉得是一台很有趣的一台相机，至少我觉得是这样。那1英寸的感光元件可能会觉得说底不够大，但我觉得它的魅力就在于机身小巧所能带来的长焦镜头。随机购买的 kit有2颗镜头，第一颗是10到30的 kit 镜，也就是等效27到81 mm 的，而这颗30到110，等效焦段就有惊人的81到297。要想想它的体积就只有这么小，当然它最远端的画质会有一点崩，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斟酌一下。刚好前阵子带着这个相机跟2颗镜头去吉隆坡还有马六甲玩。就塞进包包，然后还可以帮另外一半就是背他的 XS20， 那时候就用这个长焦拍了很多高楼。现在聊聊这一颗10到30，很容易坏。像我手上这一颗其实就是坏掉了，上网查了之后才知道是它的通病，主要是排线问题。所以这一颗 kit 的话，完全不推荐。那如果想要把它当做随身机的话，就是建议购买它的10 mm， 还有就是18.5 mm 的镜头，这样等于说是等效28 mm 跟50 mm 的焦段，而且是大光圈。这样的话，完全就是 GR 的平替。那当然，这一台的话，其实也有它的通病。第一个令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萤幕，就是用久了之后就会莫名的发黑，就是会变得很暗，只能看到微微的画面这样。基本上只要在户外的话，就基本上看不到画面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J 系列的毛病，连调 ISO 都要进到 menu 画面，这真的是一件很让人崩溃的地方。而且使用 M 模式的时候，不能透过萤幕看到你画面的亮度。所以你只能跟着 EV 值来调，但是其他的模式又可以，这个就很奇怪。最后，如果你问我还推不推荐这个系列的话，那如果是 Nikon One V 系列或者是 J5 的话，大推。因为 V 系列在当时毕竟算是专业级的定位嘛，给的都是最好的，不管是连拍速度啊，还是操作，所以一定是没问题的。J5 的话，我才算是全系列里面最抢手的，因为它复古的外形，而且据说当时我还用上了就是索尼的晶片 ，ISO 就只有 J5 不需要进到 menu 上调。就我觉得说1英寸相机未来的趋势可能就在于长焦吧，就这样小小的体积，然后就可以达到这么惊人的长焦，如果又能兼顾到画质的话，我觉得确实有它的市场。像我自己的话就还蛮喜欢的。那我觉得它在这样的机身能够达到这样的焦段，获取了很大的优势。你不用花重金去买大炮，然后也可以达到大部分手机所达不到的焦段。所以就是希望厂商能够看到这样的市场啊，多推出一些小体积但是又长焦的相机，这样，比方说 RX100 18代之类的。最后再来说说我对这一台的感想。其实也就很好缓解了，就是我对于想要玩长焦的欲望，又不太有那么强烈的侵略感。而且现在降噪这么的普及啊，就算噪点多了一点啊，还是有办法把照片救回来的。这样，好，今天这一期就这样了，拜拜。